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在生活里头经常碰到的让人头疼的事，那就是怎么看清楚那些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尤其是那些完全丢掉了做人基本德行的女人。很多人常常跑来问我，曾教授，人是不是天生就自私啊？我常说，你不要躲着这个问题。我们在谈人性的时候，早就讲得很明白，自私是人的本能，你连自己都不爱，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，你拿什么去爱别人？所以我们中国人看事情从来不走极端，我们承认人有这个弱点，弱点不等于缺点。一个人合理的为自己打算，饿了知道吃饭，冷了知道添衣，在职场和生活里懂得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，这是自爱，也是自保。老天爷让你生下来，就是要你先好好活下去，这没什么可指责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可是凡事都有个度，易经里头最要紧的一个道理就是4个字：物极必反。当你把自私推到极端的时候，那就太可怕。什么叫极度自私？就是因私害公，把个人那一点点小利益放在做人的良心上面，放在社会道义和家庭伦常上面。这种人凡事只讲利害，绝对不跟你讲是非，只看得到得失，根本不讲情义。这就从人性的普通弱点变成了做人的根本缺陷。你跟这种人打交道，你讲不通道理，因为他脑子里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。我们老祖宗常说，男人行乾道，女人行坤道。乾道是什么？易经里讲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男人要在外面打拼，要顶天立地，要像天一样刚健，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都要咬紧牙关撑下去，这是男人的本分。那女人呢？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你要像大地一样，你看大地，脏水泼上去，垃圾扔上去，它从来不抱怨，照样默默转化，长出花草树木，供养万物。这就是承载，这就是包容，这就是厚德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女人是一个家的风水，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。你看中国汉字里安字怎么写？上面宝盖头代表房子，代表家，下面是个女字，家里有个本分懂得包容的女人，这个家才能安宁。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，能不能平平安安，很多时候不是看男人在外面赚多少钱，而是全看女主人的德行和心胸。母亲有德，才能教出好儿女；妻子有德，才能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。可是你看看现在有些女人，她完全丢掉了坤道的根本，她没有了大地那种承载万物的胸怀，只剩下寸土不让的算计。她没有了容人容事格局，只剩下睚眦必报的狭隘。这种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自己这一辈子很难有圆满的结果，因为她到处结怨。更可怕的是，她会严重消耗身边人的福气和能量。你跟她结婚，或者跟她做朋友、做合伙人，你的运气都会跟着变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气场不对。她整天散发的是极其自私、抱怨、阴暗的磁场，你怎么可能好起来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，尤其是易经的道理，从来不是拿来吓唬人的，它是拿来帮你趋吉避凶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讲极度自私的女人的7大核心特征。大家听的时候可以对照自己身边的人看看。不过你要搞清楚，我们讲这些不是让你拿放大镜去指责别人，
而是让你先看清楚人性的真面目，然后懂得怎么应对。遇到这种人，你千万不要天真的想着去改变他，不可深交，敬而远之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自保之道。第一点，这种人分毫必争，半点亏都吃不得，完全没有共情之心。我常在各地讲学的时候问大家，我们中国人怕吃亏吗？大家都老老实实点头。怕吃亏是人的本性，有什么好丢脸的？谁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白白送给别人呢？这是很正常的心理。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，叫做吃亏是福。很多人听到耳朵起茧子了，可就是听不懂。什么叫吃亏是福？难道老祖宗叫我们去做没底线的烂好人？别人打你左脸，你还要把右脸伸过去吗？绝对不是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讲的是平衡。吃亏是福的核心，不是让你盲目忍让，而是教你要懂得人情往来的分寸，要体谅他人的难处。你今天退让一小步，看似吃了眼前小亏，但你给了别人面子，体谅了别人的苦衷，这就是积德，就是在给你自己将来的路留余地。花花轿子人抬人，你让别人舒坦了，将来你遇到难处，人家也会拉你一把。这才是中国社会讲究的和气生财，讲究的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可是你去看那些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完全不是这样。在她心里永远只揣着一把秤，而且这把秤上永远只放得下她自己的得失，根本放不下任何人。你跟她打交道，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哪怕菜市场买菜多要一根葱，只要她觉得自己少占了一点点便宜，她心里就耿耿于怀，难受得不得了，恨不得马上找你把账算清楚。我以前见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在一个大家庭里，有个儿媳妇脑瓜子特别灵，算盘打得噼啪响，家里兄弟姐妹走动，逢年过节随礼，她都要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别人家办喜事，她随50块，轮到自己家办喜事，人家如果不随60、80回来，她当场就能翻脸。哪怕人家最近家里老人生病，手头拮据，只随了48块，他也能拿着少掉的2块钱，在街坊邻里骂上大半个月。他根本不管人家有什么天大的难处，只要动了他的奶酪，少了他的利益，他就冷眼旁观，甚至落井下石。这样的人，你说他能有什么共情之心？什么叫共情？就是你能设身处地站在别人角度，感受别人的痛苦和不易。可是极度自私的人，他的心被利益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像一座冰山，你根本融化不了。你家里着了大火，他关心的只是火势有没有烧到他院墙边，如果没有，他甚至想端杯茶坐着看热闹。我们前面讲女人行坤道，坤卦的核心要义就是一个词，承载。大地能承载高山，也能承载低谷，能承载清泉，也能承载污泥。一个有福气的女人，她的心胸宽广，能够承载生活里的一点点委屈，承载人际交往中的一点点小亏，因为她知道这点委屈和小亏跟长久的家庭和睦，跟广结善缘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而极度自私的女人呢，她连半点委屈都受不了，半点亏都承载不了，她的眼里只有自己那方寸大的地盘，就像护食的动物，谁碰一下都不行。你以为你是她亲戚，是朋友，是闺蜜，甚至是她丈夫，你就觉得她会对你网开一面吗？你错了。只要触及利益，在她字典里就没有亲友这2个字，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写王熙凤的判词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一个人算计得太精明，把身边所有人都当成利益棋盘上的棋子，斤斤计较，分毫必争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。因为大家都不傻，谁愿意长年累月被你算计呢？当你遇到真正劫难时，你会发现身边连一个愿意伸援手的人都没有。你把别人算计进利益账本里，老天爷也会把你算进因果账本里。这就是为什么说遇到这种连半点亏都吃不得、毫无共情之心的女人，你千万不要想着去捂热她，因为在她眼里，你从来不是人，你只是个可以随时抛弃的筹码。你跟她走得越近，你吃的大亏还在后头呢。刚才我们讲了，这种女人连一丁点亏都不肯吃，凡事都要拨着算盘算计。那反过来你想想看，既然她一点亏都不吃，那遇到占便宜的事，遇到别人对她好的时候，她又是什么态度呢？她会觉得这全都是理所应当的。这就引出了这群人的第二个致命缺陷，只懂索取，完全不懂感恩，把别人所有的付出都当成天经地义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人活在这世上，人与人之间靠什么维系？难道靠法律条文，靠冷冰冰的合同吗？根本不是。我们中国人做人做事，维系关系的根本就在于两个字：良心。什么叫良心？良心最直接、最基础的体现，就是你心里到底存没存着一份感恩之心。你去翻翻老祖宗留下的家训，经常告诫子孙一句话：施恩勿念，受恩莫忘。你帮了别人，自己千万不要整天挂在嘴边，居功自傲，但是别人帮了你，你要永远刻在骨子里。可是我早就明确警示过大家，有一种人施恩时很小气，受恩时容易忘记。你找他帮个小忙，他推三阻四，生怕损失自己一丁点利益，但是你帮了他天大的忙，他转个身就忘得一干二净。这种人永远交不到真心朋友，老天爷就算本来给了他福气，他也绝对留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良心被蒙蔽了，他把承载福气的那根地基自己挖断了。我们中国人总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很多年轻人现在觉得这只是一句客套话，其实大错特错。这绝对不是客套，这是老祖宗洞察天道之后总结出来的做人根本法则。你想想看，父母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，你的伴侣在外面风里雨里打拼，受尽委屈，回来把辛苦钱交到你手里，你的朋友在你遇到难关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二话不说拿钱帮你渡过难关。这世上有哪一份付出是老天爷规定天经地义？没有啊。人家凭什么对你这么好？是因为情分，是因为责任，是因为心里有你，在乎你。但是到了极度自私的女人的脑子里，她完全没有这个概念，她永远把别人对她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她觉得父母养她那是应该的。谁让你们把我生下来？她觉得丈夫赚钱给她花那是天经地义。谁让你是个大男人？她觉得朋友帮她那是朋友的本分。你不帮我，你算什么好朋友？这种心态一旦形成，那是极其可怕的。我给大家举个老百姓身边很常见的例子。以前有些男人在外面打工，或者下海做点小生意，每个月辛辛苦苦赚了钱，跑到邮局填汇款单，把钱全都寄回老家给媳妇，
自己在那边吃咸菜啃干馒头，连件像样衣服都舍不得买。结果这个媳妇在家里整天打麻将，逛百货大楼，买新衣服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这也就算了。最让人寒心的是什么？哪怕有一天这个男人在外面的小生意赔本了，或者工厂效益不好下岗，实在没有钱寄回来了，这个媳妇非但没有半句安慰，反而指着男人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老婆都养不活，我当初瞎了眼跟着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只懂索取懂感恩的真实写照。你对他10次好，甚至100次好，只要有那么1次你不顺着他心意，或者你客观上真的没有能力满足他的贪婪了，他就会立刻把你之前所有的付出全盘抹杀。他只记你的错，绝不记你的好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只要你停止了供给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这在我们民间有一句老话：斗米恩，升米仇。你每天给他1碗米，他觉得你是好人，哪天你稍微少给了1小把，他立刻就把你当成仇人。我告诉大家，你永远喂不饱一个不懂感恩的人，你也永远捂不热一颗只懂索取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易经的道理里，这种表现叫做阴阳失调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不管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都必须是一个有来有往、阴阳交替的过程。你付出一点，我回馈一点，这个关系才能流动起来，生生不息，这个家也才能越过越旺。而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，只有吸力，没有回馈，只有索取，绝不回报。你跟这种女人深交，或者你把她娶回家，那真是人生的一场大灾难。你就算把心掏出来给她看，她也会嫌你的心不够热。你付出的心血再多，也换不来她半分的真心实意。她只会像水蛭一样，无休止地趴在你身上，吸食你的能量和血汗，直到有一天你被她彻底榨干了，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她就会毫不犹豫，脚把你踢开，就像扔掉一双穿破了的旧鞋，连头都不会回一下。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的女人，你要及早醒悟，不要总是怀揣着可笑的幻想，觉得只要我付出的足够多，总有一天能感动她。我明确告诉你，可能的。石头哪怕是冷的，你揣在怀里时间长了，还能捂出点热乎气，但是极度自私的心，那是冰封的，是死水一潭，你根本捂不热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趁早切断这种单向的消耗，把你宝贵的精力和感情留给那些懂得感恩、值得你付出的人，这才是顺应天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挚爱。讲完了不懂感恩，我们再往深里看一步。这种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在人群里，在亲戚朋友之间是怎么活动的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3个极其危险的特征：两面三刀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而且极其热衷于搬弄是非。我以前在讲中国式管理的时候，经常提到中国人处世哲学最核心的一个词是什么？是圆通。很多人一听到圆通就连连摆手，哎呀，曾教授，圆通不就是圆滑吗？不就是教人虚伪吗？大错特错。把圆通当成圆滑，是对老祖宗智慧最大的误解。圆通是什么？圆通是外圆内方，外表看起来和和气气，不跟人起正面冲突，做事给人留足面子和余地。
但是内心里那个方，那个做人的底线，那个良知是纹丝不动。那什么叫圆滑呢？圆滑是只有外面的那个圆，里面是空的，像个皮球一样，没有原则，没有道德底线，风往哪边吹，它就往哪边倒。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绝对不是圆通，她是彻头彻尾的圆滑，而且是带着毒刺的圆滑。你仔细观察生活里这种人，他跟你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哎呀，姐姐长，妹妹短，亲热的不得了，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。你一看，这个人性格这么好，这么体贴人，几杯茶下肚，你心一软，就把家里那些私事、婆媳矛盾、夫妻拌嘴，甚至对某个亲戚、某个同事的不满，全都掏心窝子说了。你以为你遇到知心朋友了，结果呢，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跑到另一个人那里，把你刚才说的话添油加醋，改头换面广播出去。他拿着你的私密、你的软肋，去当作他跟别人套近乎，换取信任的筹码。这在我们老祖宗看来叫做什么？叫来说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牢牢刻在脑子里。一个喜欢在你面前说别人坏话的人，你敢相信他转过身去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吗？绝对会。因为在他心目中没有真正的友谊，所有的交往都只是为了他个人的私利服务。他为什么要两面三刀？为什么要挑拨离间？本质上还是因为自私，因为他要在混乱里面寻找对他有利的机会。俗话说得好，水太清了，他摸不到鱼，只有把水搅浑了，张家跟李家闹矛盾了，王婆跟赵婶不说话了，他才能在中间两头吃，两头充好人。今天借着同情你，从你这里捞点好处，明天跑去安抚他，从他那里又拿点人情，他就像一只贪婪的蜘蛛，靠着编织一张充满谎言和是非的网来捕获他的猎物。我们一再强调，女人是家里的风水，坤卦讲究的是厚重，是安静。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女主人是个两面三刀，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人，这个家绝对没有安宁之日。她今天去娘家说婆家的坏话，明天又跑到婆家说娘家的坏话，最后弄得两家人水火不容，连过年都坐不到一张桌子上。你想想，这样的家庭能聚得住气吗？能留得住福报吗？早就被他那些闲言碎语给败光了。那么面对这种两面三刀、精于算计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老祖宗的智慧早就教给我们护身符了。第一条，管住自己的嘴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你不要觉得人家对你笑一笑，稍微嘘寒问暖两句，你就什么底牌都交出去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你把软肋暴露给极度自私的人，就等于亲手把一把上膛的枪交到他手里，而且枪口正对着你自己的胸膛。第二条，听是非，但不传是非，更不接是非。当这种女人跑到你面前，神秘兮兮要跟你说别人闲话时，你就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说一句，是吗？这事我不太清楚，这就解了。你只要不接茬，他这出戏就唱不下去。你一旦顺着他的话头往下说，哪怕你只是随口附和一句，哎呀，那确实不太好。完了，明天这句话就会变成，这是你说的，这口大黑锅就结结实实扣在你背上。你跟这种圆滑到了极点的女人深交，迟早有一天会被她出卖。她今天能为了跟别人交好而谈论你的隐私，
明天就能在别人面前把你贬得一文不值。所以遇到那种刚认识没几天就跟你掏心掏肺，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女人，赶紧打个哈哈，有多远躲多远，不要试图去揭穿她，更不要去跟她争辩，因为你争不过一个没有底线的人。保全自己的清净，不卷入他的是非漩涡，这就是你对自己最大的保护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他为什么要在人群里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？你往深处挖，看本质，说到底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字，利。这就引出了这种极度自私的女人第4个极其危险特征，那就是唯利是图，见利忘义，为了他眼前那么一点点好处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把情谊踩在脚底下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易经里面是怎么讲利的。乾卦的文言传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叫做利者义之和也。什么意思？老祖宗不是不让大家赚钱，不是让你当穷光蛋，真正的利，它永远是跟义结合在一起。你获取利益的过程，必须符合道义，不违背良心，不伤害他人。大家和气生财，你赚到了钱，大家也都得到了好处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中国老百姓常讲一句老话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这个道就是你心里的那根底线，就是你做人的良知。你不义之财拿得越多，你将来的祸事就越大，这是天道循环的规律，谁也逃不掉。可是你看那种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眼里是有利无道，在她的价值观里，什么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什么夫妻恩爱、姐妹情深，通通都是可以在私底下明码标价的商品。只要有足够的好处，只要能够满足他的贪欲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背弃情谊。哪怕是你曾经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拉过他一把的恩人，只要现在触动了他哪怕一根毫毛的利益，他也能为了利益跟你反目成仇。我们在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真实的例子，就拿前些年很多人下海经商或者厂子改制遇到困难的时候来说，两口子一开始都在厂里上班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后来厂子效益不好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男方的大哥或者男方的亲戚咬咬牙，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给他们做本钱，让他们去盘个店面，做点小买卖。结果起早贪黑干了2年，小饭馆或者小服装店生意好起来了，赚到钱了，日子红火了。换作是稍微有点良心、懂点规矩的女人，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当初亲戚借给你们的救命钱还上，然后逢年过节拎着东西去好好谢谢人家？她偏不，这种唯利是图的女人怎么做的？她不仅不还钱，还跑到亲戚那里去哭穷，说生意难做，钱压在货里拿不出来。结果转头她自己去买金项链、打金戒指，给自己的娘家人大把大把塞钱。等到当初借钱给她的亲戚家里遇到急事、生病住院，急着用钱找上门来讨债，她甚至能把门一摔，指着人家的鼻子骂：借你点钱怎么了？天天催命一样，有欠条吗？没有欠条，凭什么说借了你的钱？你看看，这就是见利忘义的可怕之处。在他眼里，所有的感情，所有的亲疏远近，全部都是谋利的工具。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。一个人眼里只有钱，把一切都可以拿去换算成钞票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跟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。
我经常警示大家，易经讲求的是一个德字。一个人赚的钱如果超过了他的德行，那不是福报，那叫灾殃。他用这种背信弃义、唯利是图的方式敛来的财富，根本就留不住。老天爷迟早会以另外一种更惨烈的方式给他收回去，因为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违背了道义去求利，就是在给自己埋雷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看人，尤其是男同志在找对象，或者大家在社会上找合伙人、交朋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被他一开始为了博取你信任而展现出来的热情给蒙蔽了。你只要观察一点，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在需要有人稍微做出点牺牲或者让步的时候，他到底是怎么选。如果他每一次毫不犹豫都是选择紧紧护住自己的利益，甚至不惜损害身边最亲近的人的利益，那么你就要赶紧清醒过来了。你跟这种唯利是图的女人走得越近，你身上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也永远算不准，她到底会在哪一天，在哪一个十字路口，为了眼前多出来的那10块、100块钱的利益，把你出卖得干干净净，把你推下深渊。面对这样随时会背弃情义的人，你不要试图去跟他讲良心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。你唯一的做法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财产，保护好自己的真心，趁早转身，离他越远越好。大家想一想，既然他为了眼前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那万一事情办砸了，如果他伤害了别人，引起公愤，被大家指责了呢？他会认错吗？我明确告诉大家，绝对不会。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5个极其明显的特征：永远外归因，凡事怨天尤人，毫无反求诸己的反省之心。我这一辈子讲国学、讲易经、讲中国式管理，都在反复强调一点，我们中国人修身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4个字：反求诸己。遇到了困难，出了问题，闹了矛盾，真正的君子定是先关起门来，低头找找自己的原因，看看是不是我哪里说错话了，是不是我哪里办事不够周全。孔老夫子讲得很透彻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这不仅是修养，更是能让你不断进步的大智慧。但是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错这个字，或者说错的永远是别人，她自己是一丁点错都没有的。哪怕明摆着是她贪小便宜把事情搞砸了，或者她说话太刻薄得罪了人，她都能在1秒钟之内找出千百个理由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你看我们生活里这种家庭悲剧还少吗？有些女人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她从来不反思是不是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是不是自己没把家里操持好。她只管指着丈夫的鼻子骂，怪丈夫没本事，没能让她过上穿金戴银的阔太太生活。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好，调皮捣蛋，被老师请家长了，他怎么表现？他跑到学校里去跟老师吵架，怪老师偏心眼，怪学校的风气不好，甚至怪邻居家的孩子把自家小孩带坏了。他怎么就从来不想想自己天天在家里打麻将看电视，连口热饭都懒得给孩子做？有没有给孩子树立过哪怕一天的榜样？在单位里也是一样，如果他在厂里或者公司里跟同事闹了矛盾，被领导批评了，他回到家绝对是说，那个谁谁谁嫉妒我穿了件新衣服，
那个领导故意给我穿小鞋，他永远活在一种什么状态里？活在全世界都对不起我的怨怼里。你跟他讲道理，试图帮他分析，说这件事你是不是也有做得对的地方？完了，你这句话一出来，他立刻就能跳起来跟你拼命。他会觉得你也不跟他一条心，你也合伙欺负他。在他的逻辑里，老天爷是不长眼，公公婆婆是不体贴的，丈夫是不争气，亲戚是帮忙，朋友全都是白眼狼。你听听，全天底下所有的人加起来都欠他一个人情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去想一想背后的原因。因为反省这件事，它是需要勇气的，它是需要一个人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，并且愿意去承担责任。你一旦反省了，你就得认错，你就得去弥补你的过失。而自私到了极点的人，他连一丁点利益都不肯分给别人，他怎么可能去担责任？他连一丁点的指责和压力不想扛，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丑陋的一面，把所有的锅甩出去？这是他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只不过这种机制是极其病态的。我经常讲，一个懂得反求诸己的人，这辈子管读多少书，活多少岁数，都不会有任何的长进。他就像是一个蒙着眼睛在泥潭里面打滚的人，明明是自己弄脏了衣服，他非要跳起来骂是那块泥巴脏，是泥巴往他身上扑。你如果跟这种女人结了婚，或者交上了朋友，走得太近，那你苦日子就真的来了。因为这种极度自私的人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永远背黑锅的替罪羊，就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。家里不管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麻烦事，最后千错万错，兜兜转转都会变成你的错。菜买贵了，是你不会挑，家里来客人没招待好，是你嘴笨，连天阴下雨他心情不好都能怪到你头上，说是因为你前天惹了他生气。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你永远要无底线的去包容他的任性，永远要在他无理取闹的时候，替他去跟外人赔礼道歉。到最后，你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受尽了委屈，他还觉得是你没用，是你拖累了他。面对这种永远不找自己原因的女人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别跟他争对错，因为你争不赢一个满嘴胡言的人。他既然觉得永远是别人的错，那你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赶紧抽身，有多远走多远，让他去找下一个背锅的人去吧。我们在前面讲了，这种人出了问题，永远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从来不反省自己。大家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一想，一个永远觉得全世界都欠他，永远不找自己内因的人，他的心该有多冷酷。当他面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时，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温情吗？这就牵扯出我们要讲的第6个特征：薄情寡义，伦常不分，把亲情和爱情全都当成谋利的跳板。我在讲坤道的时候，花了很多心思去跟大家探讨女人的修行。女人这一辈子的修行，根本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你为人女、为人妻、为人母、为人长的伦常本分。我们中国人立足在这个天地之间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五伦关系。老祖宗讲得清清楚楚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，也是我们一个人辈子福气的源泉。你把这几层关系处理好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
福气自然就聚拢过来了。可是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她的脑子里是根本没有伦常这个概念，在她的价值观里，什么血浓于水，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通通都是骗人的废话。她看任何人，哪怕是生她养她的父母，哪怕是同床共枕的丈夫，都只戴着一副眼镜，叫做利用价值。你看她对待父母是什么态度？父母对于她来说，那就是一本随用随取的活期存折。没出嫁的时候，在家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稍有不顺心就对父母大呼小叫。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她不管父母的死活，非要逼着二老把大半辈子的养老钱全部掏空，给她置办嫁妆，或者去男方家争面子。老人生病了，躺在病床上需要人床前尽孝，他跑得比谁都快，理由还特别多。哎呀，我工作忙啊，我还要照顾我自己的小家，转头就把包袱甩给家里的兄弟姐妹。在他眼里，父母老了，没有利用价值了，那就是累赘。她对待丈夫又是怎样的呢？夫妻本来应该是一体同心的，是要风雨同舟的。但在极度自私的女人眼里，伴侣只不过是她往上爬的一块跳板，或者是一张长期饭票。男人春风得意，能赚钱，有地位的时候，他跟前跟后笑得比谁都甜，恨不得把男人的钱袋子捂得死死的，全都攥在自己手里。一旦这个男人遇到了挫折，比如下岗了，生意赔本了，或者身体出了大状况，不能赚钱了，他马上就换了一副面孔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句话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不仅不会陪你共患难，甚至还要在走之前把你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搜刮干净，毫不留情，一脚把你踢开。最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他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子。可是极度自私的女人，连孩子都可以拿来当成算计别人的筹码。她可能会利用孩子去拿捏丈夫，利用孩子去跟公公婆婆谈条件，要财产。如果孩子不能给她带来利益，或者阻碍了她去追求所谓的个人幸福，她甚至能狠下心来对孩子管不顾。一个连最基本的母性都能被自私自利吞噬的女人，你还能指望她对谁有真感情？易经里有一个卦叫做否卦。什么是否卦？天地不交，阴阳阻隔，万物闭塞不通。我常说，坤道的核心就是一个安字，女人安，家才能安。一个家庭的女主人，如果心里装满了算计，连最基本的亲情、爱情都能拿来当作交易的筹码，那这个家的风水就彻底坏了，家里的气场就会像否卦一样闭塞不通，到处都是阴风阵阵，鸡飞狗跳，永远得不到安宁。我们很多年轻人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往往容易被女孩子漂亮的外表或者是表面上的甜言蜜语给迷惑。我常常告诫他们，你要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娶回家，不要看她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有多浪漫，你要去看看她是怎么对待她父母，怎么对待她家里那些穷亲戚的。如果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薄情寡义、冷酷无情，你千万别天真的以为她会独独对你情深意重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一旦你失去了让他利用的价值，被他抛弃的时候，下场只会比别人更惨。跟这种薄情寡义、伦常不分的女人打交道，你付出再多的真心，都像是把石头扔进了无底洞，连个响声都听不见。所以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
看清他的真面目之后，立刻停止投入，不要跟他谈感情，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感情。守住你自己的底线，护好你自己的家人，别让这种冷血的人伤了你至亲至爱的心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来看第7点，这种极度自私的女人还有一个最要命的特征，那就是心胸狭窄，容不下半点不同意见，凡事都要别人顺着她，稍有不顺，她就大发雷霆。她把自己的情绪看得比天还大，把别人的感受踩在脚底下。我常说，一个人的心胸决定他的福气大小。心胸宽广的人，像大地一样能容万物；心胸狭窄的人，像针尖一样只能容自己。极度自私的女人，就是典型的针尖心胸。她听不得半句不同的话，她受不了半点不同意见。你要是敢指出她哪里做的不对，她马上翻脸，她会觉得你是在故意针对她，是在挑她的刺。她在家里是这样，在外面也是这样。朋友聚会，有人不小心说了一句让她不舒服的话，她能当场拉下脸来，让大家都不欢而散。她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她永远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，别人都要围着她转。这种人活得其实很累，因为他把全世界都当成了敌人。他每天都在提防别人算计他，他每天都在计较别人有没有尊重他。结果呢，他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一个战场，他把身边所有人都推得远远的，最后剩下他一个人，孤零零的守着他的那点小算盘。我们中国人讲厚德载物，大地为什么能承载万物？因为它宽广，它包容，它不计较一时的得失。极度自私的女人却恰恰相反，她计较每一分每一毫，她容不下任何一点点不同，她容不下任何一点点委屈，她把自己的心越缩越小，最后小到只剩下一个我字。这样的女人，她的福气从何而来？她的家庭从何安宁？她的后半生从何圆满？答案很清楚，根本没有。所以遇到这种心胸狭窄、极度自私的女人，你一定要早早看清，不要抱任何幻想，不要以为时间久了她会改变，不会。她的自私已经深入骨髓，她的狭隘已经成了习惯。你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敬而远之，保持距离，保护好自己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把极度自私的女人的7大特征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第一，分毫必争，毫无共情。第二，只懂索取，懂感恩。第三，两面三刀，搬弄是非。第四，唯利是见利忘义。第五，永远外归因，毫无反省。第六，薄情寡义，伦常不分。第七，心胸狭窄，容不下意见。这些特征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它们背后藏着易经的深刻道理，藏着我们老祖宗对人性的洞察，藏着趋吉避凶的智慧。坤卦告诉我们，女人要厚德载物，要像大地一样承载包容。一旦丢掉了这个根本，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可怕的样子。我常说，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一个人的心如果装满了自私算计，他的命就不会好，他的福气就不会长。反过来，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，你能够看清楚，能够及时抽身，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你就是在为自己积德，就是在为自己留福。今天这番话
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，3年5年之后再来看你，你一定会是一个眼界开阔、人际清爽、福气慢慢聚拢的人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极度自私这个东西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自己一步步养成的。你管住了自己的心，你守住了自己的德，你的福自然就来了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多看看坤卦的道理，多学学厚德载物的胸怀，多做一些吃亏是福的事，多跟那些心胸宽广、懂得感恩的人走近。相信我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你的家就会安宁，你的运就会顺畅，你的后半生就会越来越圆满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各位朋友，保重自己，也保重自己的家人。我们下次再见。